拿铁幼儿园的老师给家长打电话了，这次情况比较严重，他在幼儿园给人家外国小孩兜售线裤。张拿铁幼儿园的班级呢，迎来了一个新同学，是一个外国小孩。老师领他进屋的时候说：“同学们，欢迎我们的新同学 Jack， 是我们班第一个外国小朋友。”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呢，老师的目光扫到了张拿铁，说：“哎呀，不对，我忘了，是第二个外国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他。”张拿铁一边鼓掌一边问旁边同学：“第一个是谁呀？第一个是谁？”老师说，张拿铁和 Jack 很快成为了好朋友。但是问题是，昨天上学的时候，发现张拿铁在给 Jack 发线裤。线裤这是东北话，就是秋裤的意思。老师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事儿？那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呢？最近不是入秋了吗？那北京的早晚还是很冷的，但是我们家大胖媳妇居然还开空调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体质啊，就是热。那空调永远开到16度，冻得我爸在家穿着线裤打电褥子。然后大胖媳妇晚上约他几个朋友要夜里出去骑行，穿个大裤衩就要去。我爸非让他套个线裤，他不套，我爸非让他套，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把线裤穿上了。第二天，我爸决定离开北京回铁岭。我爸说天冷了，我得北上回东北避寒了。您家比大庆都冷。然后我爸给载奥达和张拿铁留下了2条秋裤，叮嘱孩子们：您俩听话啊，得穿线裤，别学你爸，一年到头穿个大裤衩子不穿线裤。那外国人湿气都重，自己还都不知道，湿气越重还越不穿线裤，越不穿湿气越重。张拿铁也听不懂，但就是坚信不疑，外国人湿气重。第二天早上，张拿铁上学的时候非要穿线裤，大胖媳妇就是不让，说天这么热不能这么捂。给我不是。最后张拿铁拧不过大胖媳妇，没穿线裤就上学去了。但事情在8小时之后发生了一些反转。晚上我去接张拿铁放学，这在家冻，外边秋风刮脸，皮肤真干。幸亏有希思琳全能乳液升级版，质地水润不油腻，混合肌太爱了，不仅维稳，还能快速修护干面红，天然植萃配方，帮助皮肤更抗造。如愿限量版瓶子也贼好看，直接拿下，冷热咋交替，皮肤稳了。张拿铁放学出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他裤腿子露出的一圈小红边，我就问张拿铁咋回事。张拿铁说：“我上学正好爸爸不让我穿，然后就偷摸放个包里。”我说，但是你们老师跟我说，你还在幼儿园给外国小孩发线裤，你为啥给人发线裤啊？老师说上厕所必须得举手，不能要裤子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们外国人湿气重，你不能穿那个短裤，你得穿个线裤。这样你湿气重的时候，你有2条裤子可以晾。第二天早上又带着一条线裤要去学校传销，被我现场查没了。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执着？他说我告诉 Jack 我要给他带。我还告诉他不穿校裤会长眼。你知道啥叫长？你知道用英语咋说长眼吗？长眼就是穿西呀。那你咋用英语说穿西呀？你会用英语说穿西吗？会。You think as funky as not funky. You could just 太远。哎呀，很多人都问我，你知道张拿铁为什么这么讨厌外国的东西？我曾经也困惑过，但是经过了1年多的观察，我发现也不能怪孩子，这孩子其实是对人不对事儿，他主要是不适应他爸。按道理讲，就算张拿铁1岁之前没见过他爸，到今天这爷俩也认识2年了，怎么就感觉跟人家别人家的父子相比不太对劲儿呢？正好这2天我在家的时间比较多，我就仔细观察。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型纪录片《外来媳妇儿本地儿》。第一，大胖媳妇非常阻碍张拿铁养生。张拿铁从小跟着姥爷长大，非常喜欢喝热水。你知道那些喜欢喝热水的人都喜欢吹热水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精准的温度，就是我需要它凉一点点，但不是真凉。大胖媳妇看见张拿铁吹热水，非常热心肠。不要钱。吃个饭，这个爸爸也不懂得照顾孩子。爸爸帮助你。第二，张拿铁老干部喜欢静，任何老外的那种狂欢奔放类的东西他都很难接受。当年他姐在奥达去参加一个外国小孩的生日趴，你们也知道张拿铁遇到狂欢文化有多不适应，他不能理解用狂欢玩水枪避暑的行为。他受到的姥爷的教育是心静自然凉。他在干啥？但是自从他这个爸爸回来，这个家就是嘈杂的。拿去，这个rumba，为什么 rumba？Let's rumba，rumba，rumba，Let's rumba。你这是人渣，你是不是人渣？你是个啥玩意？
即使我在客厅办公，拿铁的遭遇也能尽收眼底。这不，我家换了小米大屏看蛙神器，5英寸高清可移动看护大屏，还有 AI 智能看护功能，能检测哭声和咳嗽。拿铁一不对劲儿就会提醒我去看看咋回事，就算很忙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儿。第三，也就是最严重的，就是这个语言。张拿铁不会英语和大胖媳妇不会汉语，实现了一个精准的风险对冲，导致他俩的沟通会陷入一个城门楼子和胯骨轴子的闭环。你吃敷了吗？我有口红，为什么你吃恐龙？这是口红。这是妈妈的。他爸领孩子在楼下玩，张拿铁想告诉他爸这个石头拔屁股，他爸啥也没听懂。爸爸，我肚子疼。谁是帮我弄？爸爸真这个老妖精吗？我没有眼睛，没有眼睛，我就往转当一个混血的东北口音太重，比如张拿铁，他可以把他加拿大奶奶的口音带跑偏。张拿铁面对奶奶姑姑的到来，一顿东北话输出。虽然温迪确实是想学中文啊，但是张拿铁让温迪的语言系统跨过普通话，直接进入了东北农村，把温迪引上不归路的第一个词儿是张拿铁最近的口头禅：咱不到。Who ate all the ice cream? 咱不到，温迪就问早达这咱不到是啥意思，早达说就是 I don't know 的意思。咱不到名字I don't know。Okay, thank you. 讲不到，讲不到，讲不到，讲不到。弟弟来了 ，Welcome， 嗨 Thank you. ，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。你是待多少天呢？哎，咱可以玩一个吧？讲不到，温迪，那你加拿大不上班吗？你老头儿怎么办呢？讲不到。Do you miss me? Are you happy if I stay here longer this time? 奶奶问你想看吗？她如果不找的你开心吗？老爷。咱不到，咱不到。然后呢，温迪来中国第2天，用俺家洗袜子用的增白肥皂把张拿铁给搓了。是因为加拿大吧，它没有肥皂这个东西，只有洗澡用的香皂。温迪看着俺家有这个增白肥皂，就以为中国的香皂更大呢，拿着它就给张拿铁搓了个澡，咔咔搓，被大胖媳妇发现了。大胖媳妇跟他妈说：“哎呀妈，你这个行为，往小了说是洗秃噜皮，往大了说是种族歧视啊！你有一个混血的孙子，你嫌他不够白，居然下此狠手给孩子用增白皂漂白，就这个罪名放加拿大，足够你进去蹲15天呢。”温迪表示非常无辜。讲不到。这个叫手帕，这个叫手帕，手帕，手帕。这个叫椅子，这个叫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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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椅子。说的不对，这么多不对，咱们不到。这老王了就咱不到，咱不到，这不椅子吗？温迪这英语被东北味给拐走了，审美也被中式征服呢。看上张拿铁穿的玲珑 T 了，非说自己和龙有缘，也得来一件。 Is this dragon? No， 银龙就是龙。人这是安踏给中国运动员加油出的，现在一人一条龙在那看奥运会呢，一起给健儿加油，画面很震撼。温迪学东北话还越来越上瘾呢，因为他觉得东北话说起来特别赶劲儿。比如昨天张拿铁说他画画画桌子上了，他爸爸会批评他的，所以他求他姐帮他一起把桌上的画咔哧下去。姐，我画桌子上了，我咔哧不掉。温迪就问早达什么叫咔哧，早达说踏实就是把一个东西彻底清理干净。然后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不是找着了吗？还给大胖媳妇写了一封长信，说了很多当年的事儿，就是表达跟温迪之间呢当年有多少误会之类的。然后温迪本来说他还想看一下那封信，但是等到大胖媳妇真正把信打开给他看的时候呢，温迪走到电脑前说不看了。我问为啥不看了，早达跑过来偷偷跟我说他说奶奶说，当年用了很长时间才把 Roger 爷爷从记忆中咔哧掉。那宇哥再想起这个人，那当年就白咔哧了。谁呀？咔哧谁呀？拿铁，你听懂了吗？当年让奶奶伤心的那个人，你说奶奶能给他咔哧掉吗？那咱不知道，那咱不知道。